大家好，我是小纯的妈妈。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后院。我们后院种菜的面积其实非常大，在北美的华人家庭中也不多见。我身后的你们看到的这一片，只有我们整个菜地的1/3的面积。但是因为忙于耕种和收获，我们确实疏忽了菜园的美观。每次想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菜园太凌乱，不是这边草太多，就是那边的叶子都枯了，好像永远没有一个准备好的状态。但后来我又想，如果一个菜园它是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耕作的话，那它在四季的每一个时刻，在每一种状态，它都是完美的。所以我就放下包袱，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园的真实状况。这片地是房子侧面的院子，菜地都用围墙围起来的。我们这里鹿非常多，一旦他们发现这里有好吃的，他们每天晚上都会来。围墙至少要6个 feet 高才能挡住他们。围墙上我们都种满了爬藤的瓜和豆。侧院中间是用金属管子搭的架子，种的是东北油豆角、番茄和长江豆。这个架子的高度是我举手能够够到的最高的高度，再高菜就摘不到了。这些金属管子都有塑料接口，很容易拆下来保存，明年搭架子的时候再装起来。这一排种的是东北油豆角，是我家菜园的重头戏，现在已经接近尾声。东北油豆角绝对是豆角之王，没有之一。它是这种全身长满紫色花纹的宽豆角，这是朋友给的土种，我们已经种了10几年。这里的一排番茄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这是我们种的最后一批番茄，没有去打理，虽然歪歪扭扭的，也结了不少番茄。这是7月底种的第2批长江豆，吃了1茬以后就得了病，全军覆没。还好我们第1批的长江豆种在其他地方获得了丰收，除了自己吃，还卖掉了上百斤。这片是苦瓜，今年是第一次种的离房子那么近，才发现苦瓜的花非常香，是一种带着苦瓜味的特殊的香。这几个苦瓜都没有修剪过，但也硕果累累，一直到现在还在收获。侧院靠近房子的地方，我们种了一些香料，有葱、薄荷、泰国9层塔，这是中国芹。在露台边上有几个小花圃，我种了3样常年生的野菜，这些都是每年春天最早能吃到的菜。早春，它们周围的大树还没有长出叶子，它们能得到充分的光照，加上我们这里春天雨水很多，所以这些野菜在春天的时候最嫩，最好吃。我的最爱是马兰头，我们在后院菜园里还种了一大片的马兰头。夏天来以前，我们会收割一大批冰冻起来，等到冬天的时候吃。马兰头边上是草莓，今年种下的，要等到明年才吃得上。这里还有2排传家宝番茄，也接近尾声了，但长得比侧院的好，因为阳光比侧院多。看，落幕前的璀璨。这片是韭菜，中间空的一块是刚刚移栽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块地阳光非常好，想空出地来种其他的东西。这是8月底韭菜种满时的样子。我们客人中来买韭菜的也不多，这里的华人只要自己种菜，都会种韭菜，自己不种也会有朋友送。不过韭菜种得多也有好处，韭菜亭子可以吃个够。这边是辣椒，有2种尖椒，一种辣，一种不辣。我们家都不太能吃辣，所以尖椒很嫩的时候就会摘下来吃。还种了甜椒，这些都是用了传家宝种子，所以都会自己留种。这是中国南瓜，今年第1次种就给了我们无数的惊喜，从很嫩的南瓜一直吃到老南瓜。
嫩南瓜有点像西葫芦，但口感和味道都比西葫芦好。现在是10月下旬，在收获老南瓜的同时，还在不停地收获嫩南瓜。这是2排地瓜叶，是超市买的地瓜叶扦插的，是专门种了吃叶子的。我们搭了架子让它爬，当然你可以不搭架子，让它在地上爬。搭架子的好处是占地少，叶子得到的阳光充分，摘起来也方便，而且叶子比较干净。在霜冻前，我们会把架子拆掉，搭个简易暖棚，这样霜冻后还可以再吃一段时间。这是我们在围墙外采摘扁豆和葫芦瓜，它们都爬得太高了，要踩在凳子上才能摘到。明年要吸取教训，种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采摘的方便。侧院的角落种了洋姜，是常年生植物，是吃它的块状根茎的。秋天叶子黄了以后，一直到冬天土地冻结以前，都可以挖出来吃。留一些根在地里，明年又会长成一片。在院子的边边角角，我们都种上了毛豆，也是懒人菜，不用浇水施肥，而它还能肥田。农家俗话说豆肥田，因为它的根须能吸收根瘤菌，将空气中的氮素转化成氮肥，供植物生长。这些附着在根须上的白色小颗粒是根瘤，每个根瘤就是一个天然氮肥加工厂。毛豆吃不完还可以冷冻，一点都不影响口感。所以如果你有多余的地，不知道种什么，就种毛豆吧。这2排是抗冻的绿叶菜和玉的小苗，霜冻前我们会搭个暖棚，霜冻后还可以继续收割很长时间。有大芥菜、小芥菜，这种菜来自中国山东，当地人叫锯齿老白，在这里可以过冬，早春时收割最好吃。还有塔菜，也可以过冬。这是上海青。看完我们的菜园，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，这么多的菜你们怎么吃得完呢？当然我们家只有3个人，这么多菜一定是吃不完的。那吃不完的菜怎么处理呢？当然我们和大家一样，会送一些朋友啊、邻居啊、同事啊，然后呢我们会用一些办法把它保存起来，保存的时间越长越好。就好像今年我们已经做了100瓶的番茄罐头，一直可以吃到明年番茄大丰收。那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，我们还会在社交媒体上把我们吃不完的蔬菜卖掉。我们有一个微信群，是我们很多周围的中国的邻居，我们还有一个 WhatsApp 的群，是有很多我们印度裔的邻居。这些邻居啊和朋友啊，他们都非常喜欢来我们家购买我们的蔬菜。让这些方法我以后都尽量做成视频和大家分享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大家可以订阅并且分享和留言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